5年前，朕御驾亲征，因身受内伤，此生怕是难以有后。朕此番来，只为大周江山社稷，求佛祖开恩，赐我大周皇室一线生机。仙女庄氏，乃武安侯夫人，成亲5载未能有孕，只求菩萨垂怜，赐我一儿半女。仙女愿从此吃斋念佛，日日行善，绝不食言。若实在命中无子，求菩萨保佑我夫君，别让他因我被人戳脊梁骨。这女人求子，不为地位，不为恩宠，竟是怕夫君被人笑话，倒是个痴情之人。小姐，不好了，表小姐怀了姑爷的孩子，老夫人让您赶紧回府呢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这就回去。抱歉，公子，是我失礼了。主子，查一查，武安侯夫人叫什么名字？是。庄氏，此乃贬妻为妾书，今日起，你便让出正妻之位，老老实实做个贱妾。贱妾？这5年，我操持侯府勤勤恳恳，从无过错，你们凭什么贬妻为妾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你5年连个蛋都下不出来，害得我侯府上下抬不起头，害得廷宇在朝堂被人耻笑。可府医说我身子并无不妥。放肆！你的意思是我儿不行吗？雪茹可是怀了我儿的骨肉，所以不能生的就是你。魏廷宇，我要听你亲口说。没错，表妹怀了我的骨肉。你说过会与我一生一世一双柔的。姐姐，你不能生养，霸占了表哥5年不够，还想一生一世？难道你真想让侯府断子绝孙？宋雪茹，当初你投奔侯府无依无靠，是我护你，还用嫁妆给你置办衣服首饰，让你有了体面。如今你这样对我，良心让狗吃了吗？够了，夜华！如儿怀了身孕，是我侯府功臣，你没资格训斥。魏廷宇，5年前侯府落魄，是我用嫁妆扶你平步青云，婆母病重，也是我重金求医亲自侍奉。如今侯府风光，他却是功臣，那我呢？放屁！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堂堂侯府需要你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来扶持，真是可笑。识相的话，赶紧签了贬妻诏，老老实实做贱妾。想将我贬妻为妾，做梦！夜华，我知你爱我入骨，可魏家不能绝后。你若肯做妾，我保证像从前一样宠你，绝不会只顾着表妹而冷落你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尊我为主母，我便勉为其难抬你做个贵妾。恩将仇报的东西，你也配？表哥，我肚子里有你的骨肉，姐姐如此狠毒，岂不是想害我1尸2命，让表哥绝后吗？钟夜华，你这个毒妇！魏廷宇，我要与你和离，并带走全部嫁妆。想和离带走嫁妆，简直白日做梦。你与我儿是先帝赐婚，圣旨在此，除非当今圣上同意，否则你休想与我儿和离。说到底，你们不就是想霸占我的嫁妆吗？庄夜华，你还以为你是风光的丞相千金吗？如今你父王母病，大哥只是6品武将，我要休你，谁敢说不？你不能生养，这嫁妆理当补偿给我，全交给如儿打理。做梦！你这个贪财好色的无耻小人！贱人，你不能生，还敢骂我儿子，真是给你脸了！来人，把他绑了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给他吃喝。与人私通有孕，强行贬妻为妾，当街掠夺嫁妆，真是好一个武安侯！你过去。
是。放开我！魏廷玉，你狼心狗肺，当街侮辱发妻！我诅咒你，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！贱妇，竟敢诅咒本侯，找死！哪来的狗东西，竟敢多管闲事，找死！我乃圣上贴身侍卫萧寒，特来传皇上口谕，侯爷还不跪下接旨？武安侯与人私通，贬妻为妾，辜负先皇赐婚，特罚俸1年，装饰贤良淑德，允其和离，带走全部嫁妆。侯府若敢抗旨阻拦，就地正法。皇上圣明，谢主隆恩。庄姑娘，卑职备了马车送您回府。至于嫁妆，您将单子给我，不出1日，我自会命人一样不少的送去庄府，包括和离书。多谢萧统领。请。庄艳华，你个不能生的下堂妇，离开侯府没人会要你，我等着看你后悔痛哭，跪下来求我！岂有此理！魏廷玉这个卑鄙小人，定是看父亲去世，我庄府落魄，才敢如此折辱你。明日早朝，我定要狠狠参他一本。小妹不哭，即便父亲不在，母亲病倒，我这个嫂子也断不能看你被人欺负成这样。不就是个武安侯吗？嫂子这就去把他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嫂子别去，我不想再与魏家纠缠，好歹是和离，嫁妆也尽数带了回来，就算了吧。多亏皇上及时下旨，否则小妹今日定要吃亏。不过，皇上是如何得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或许是魏廷宇与宋雪茹的奸情早已人尽皆知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想那么多做甚？小妹别伤心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。齐王妃与我是闺中好友，下个月齐王寿宴，无数青年才俊都会去，嫂子定给你挑一个更好的。嫂子，我才刚和离，连口气都没喘匀呢。喘什么气？最好的反击就是过得比他好100倍、1000倍。给你找如意郎君的事儿，包在嫂子身上了。嫂子也是好心，罢了，我去便是，免得让家人担心。小姐，大夫人可是让您来相亲的，躲在这偏僻地方，怎么相看青年才俊啊？我不想辜负大嫂的好意，才来走个过场。你真当我要相亲啊？皇兄穿成这样跑来陈地府里，怕不是躲母后呢？也是，您登基1年，后宫一直空着，母后怕是一直催着办选秀吧？朕对选秀没兴趣，即便选，也只选1人。难道皇兄有喜欢的人吗？那位不是庄小姐吗？我记得她因不能生育被夫家嫌弃，上个月刚和离。皇兄喜欢的不会是她吧？正是她。啊，皇兄慎重啊！此女成婚5年都未有孕，怎能入宫为妃？朕的身体你知道，配她不正合适。朕身体不好，难有子嗣，她也同样不孕。若纳她为妃，正好做朕的挡箭牌。庄姑娘，你认识我？大慈阴寺台阶上，朕与你……哟，这不是庄姐姐吗？刚和离就耐不住紧摸与野男人厮混了。宋雪茹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一脚踹掉你肚子里的野种！姐姐就这么嫉妒我有孕吗？我警告你，滚远点！庄艳华，凭什么你都和离了，众人还说你比我好？今日我倒要看看，让众人看着你推我入壶，他们还觉不觉得你好？你干嘛？别推我！茹儿，庄艳华，有了你推我下水的事情，以后不仅表哥厌恶你，整个京城贵人圈都会弃你如草。小姐，奴婢不会水啊！各位，求你们救救我家小姐！表哥，庄姐姐记恨我有身孕，说要杀了我和孩子，我太害怕了，才把她也拉进湖里的。刚才我差点就淹死。谁都不准救这个毒妇，否则便是与我侯府为敌。救命！小姐，难道我今日真要
要死在这里了。这男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这庄姐姐与一个奴才有了肌肤之亲，传出去可是要身败名裂的。你若不嫁给这奴才，怕是要剃了头发当姑子的。庄艳华，念在5年夫妻情分，我实在不忍你嫁个奴才受苦，不如你把嫁妆带回来，我便许你做个贵妾，也算让你有个安身之处。你们做梦！我庄家女儿绝不为妾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在齐王府行凶诬陷，逼贵女为妾！表哥，这狗奴才疯了吧？他一个奴才竟然诬陷我们行凶逼婚，他不会以为攀上了姐姐这个器界就能做贵人了吧？这狗奴才多半是脑子进水了，竟敢质问本侯爷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乱棍打死！这是齐王府，你们敢在这里行凶？放肆！朕看谁敢！就你还朕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天王老子？你这个狗奴才，竟敢冒充皇上，简直找死！魏廷宇，你连朕都认不出，朕看你这侯爷，干脆别当了。你个狗奴才敢冒充天子，你们还不快将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皇上，不可能，庄艳华怎么会被皇上救起来？他竟真是皇上！臣女拜见皇上。庄姑娘不必多礼。魏廷宇，朕判庄氏与你和离，可你却再三欺辱她，甚至你这位新夫人当着朕的面将她推进湖里，怎么，你们是要抗旨不遵吗？皇上息怒，臣妇不是故意的。皇上恕罪，表妹她一时糊涂，求皇上念在她怀有身孕的份上开恩啊！武安侯治家不严，杖责20。其表妹心思歹毒，谋害朝臣之女，掌嘴20。不要，表哥救我！你若不够解恨，还可以继续打。多谢皇上，臣女。皇上，你受了风寒，休养重养，不必行礼。谢皇上。太医开的药，朕喂你。臣女怎敢劳烦皇上？不许乱动，乖乖喝药。庄姑娘，听说你不能生，正好，朕也不能生，你我如此相配，你可愿入宫为妃？皇上九五之尊，臣女一个弃妇，怎么配得上？大慈恩寺，朕第一眼见到你，心里就升起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朕想纳你为妃，你可愿意？您是皇上，比臣女美貌的名门贵女比比皆是，您何必选我这样不能生的？刚才朕说朕不能生，是真的。5年前朕还是太子时，在外征战身受重伤，导致终生无法与女子同房，所以朕登基1年，后宫仍是空职。原来如此，所以皇上是为了让臣女做您的挡箭牌。对，你若入宫为妃，不仅能堵住朝臣的嘴，还能掩盖朕不能人道的秘密。果然只是利用我。是啊，
这天下哪有男人愿意接受我这样不能生育的女人？庄姑娘，你不愿意吗？臣女需要时间考虑。你若愿意嫁给朕，朕保证后宫只你一人，并且会护你后半生昭全，给你最高的荣宠和最尊贵的地位。曾经魏廷宇也说过与我一生一世白头偕老，可最后呢？你不愿意也别哭嘛，朕不强求。皇上，臣女愿意，只是有个请求。如今我名声尽毁，连累娘家被人指指点点，不如答应皇上入宫为妃，起码能庇护全家。你说，臣女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便一直卧病在床，臣女求皇上能派最好的太医替母亲诊治。还有就是，臣女想求皇上写一封放弃书，将来若是您不需要臣女了，可以放臣女自由。放心，朕定会让人治好你母亲的病。至于放妻书，朕答应你，不过朕相信不会让你用到的。臣女叩谢皇上隆恩。这几日你先回庄家休养，朕回宫准备封妃圣主和聘礼。你放心，朕会以最隆重的仪式给足你尊荣体面，风风光光的将你娶进宫。皇上，臣女脸上有什么吗？朕明明对女人没兴趣，为何对她却有特殊的感觉？靠近她，朕的身体好像真的有反应。皇兄，母后急召你回宫。皇兄，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朕刚才差点就得手了，这个扫把星。是母后急着要您回宫，臣弟也是担心嘛。你立刻派人送他回庄府。是，臣弟知道了。那皇兄呢？朕回宫。朕得立刻回宫让太医诊脉，只希望刚才不是错觉。怎么样了？朕是不是恢复了？回皇上，您龙体经络受损未愈，阳气仍然受阻，并未恢复。怎么可能？朕今日分明察觉到长热。这理论上，若能遇到体质相合的天命之人，或有万一之可能，但这些都只是推测，臣不敢保证。够了，退下。无论如何，是庄艳华给了朕一丝希望，或许他就是朕的天命之人。来人，卑职在，按照最高规格准备聘礼，3日后朕要亲自上门迎娶庄艳华。是。我想这个做什么？他都说自己不能人事了，应该是故意逗我。小姐不好了，魏廷玉和宋雪柔来了，他们来庄家做什么？说是向小姐提亲。提亲？大舅哥，谁是你大舅哥？我妹妹与你早已和离。庄将军，今日我与表哥特意登门，可是来向庄姐姐提亲的。若不是表哥说侯府需要庄艳华的嫁妆，我才不会让她做贵妻。拿到嫁妆，我就想办法弄死她。提什么亲？本侯与艳华和离，是因她不能生育，现在她名声尽毁，无人敢娶。本侯念在5年夫妻情分，实在于心不忍。你我之间早已恩断义绝，何来情分？艳华，只要你跪下认错，并给足3倍嫁妆，我便不计前嫌，纳你回府做妾。以后你好好服侍表妹这个大夫人，我自会好生待你，不叫你独守空府。若非侯府账面亏空，急需银子填补，本侯才不会亲自登门向你借人提亲。魏廷玉，你个畜生！我公公刚去世，你便觉得我庄家无人好欺负，所以上门逼我小妹做妾是吧？好，我今日就让你们试试，我敢不敢砍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大嫂息怒，为这2个人让偿命，不值得。脏了夫人的手，要杀他们也是为夫来。庄丞相已经死了，而你不过是个6品武将，就凭你也配伤本侯？更何况庄艳华就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离了本侯谁会要她？你们应该感激我还愿意纳她为妾。
这些可是表哥特意为庄姐姐的准备的聘礼呢，如此诚意，姐姐一定受宠若惊了吧？赶紧带着这2箱垃圾滚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放狗咬人。庄夜华，本侯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继续拿状，本侯也不惯着。到时你没男人要，就等着孤独终老吧。我若是姐姐，定立刻跪下给侯爷磕头谢恩，免得成为没人娶的老姑娘，丢人现眼。皇上驾到！庄氏女艳华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庄家嫡女庄艳华，德容兼备，温惠贤淑，朕心甚悦，特备聘礼1000台，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0匹，珠玉石后，亲至庄府提亲。那庄氏女艳华为昭仪，即刻入宫，钦此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弃妇怎么可能做皇妃？皇上竟然亲自上门送聘，要娶庄艳华这个弃妇。我好不容易抢走庄艳华的一切，凭什么她又被皇帝看中？凭什么？臣女庄艳华领旨谢恩。皇上，爱妃，朕说过会给足你尊荣体面，风风光光的将你娶进宫，这一仗你可还满意？多谢皇上，臣妾很满意。方才是谁说他没人要的？皇上恕罪，臣一时糊涂，罪该万死。是臣妇嘴尖胡说八道，皇上饶命啊！看来上次在齐王府的教训不够啊！武安侯夫妇冲撞昭仪，以下犯上，朕念魏老侯爷为国捐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不到。即日起，你2人每日入宫向昭仪磕头谢罪，并由萧寒对你们掌嘴30，打足1个月才能过免。听清楚了！听清楚了！听清楚了！臣妇立旨谢恩。听清楚了还不快滚！谢谢皇上为臣妾做主，以后朕绝不让你受委屈。现在可以随朕入宫了吗？皇上，臣妾还有个请求。你说。我母亲还卧病在床，能否请皇上尽快派太医看诊？放心，朕立刻就派太医过来。多谢皇上。好了，朕最后再给你与兄嫂告别的时间。哥哥嫂子，你们快起来！看到皇上如此护你，为兄也算放心了。小妹，嫂子真为你高兴，以后你就是昭仪娘娘了。不过华儿，宫中规矩多，你遇到什么难事，一定要派人告诉大嫂啊。你是皇上唯一的嫔妃，怕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以后定要谨言慎行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何时，大哥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哥哥嫂子放心，皇上待我很好，以后母亲就辛苦你们照顾了。我入宫后定会护着你们的。我们定会照顾好母亲。你快去吧，别让皇上等太久。臣妾见过皇上。爱妃今夜好美。谢皇上夸赞。喝了交杯酒，也算全了2数。抱歉，朕不能给你一夜春宵。无妨，有皇上在身边，臣妾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过，臣妾怎么好像有点热？奇怪，朕也觉得浑身燥热。糟了，朕忘了这酒有暖情功效。暖情酒？那岂不是……这下臣妾怎么办啊？要不，我们试试洞房？臣妾倒是想，可皇上您不是不行吗？万一朕行了呢？好，臣妾陪皇上试试。这样皇上有感觉吗？这么快怎么可能有感觉？那臣妾得罪了。奇怪，为何朕的小腹又热又胀？
妃，朕有反应了，真的有反应了。真的，恭喜皇上！抱歉，朕第一次与人同房，一时情难自已，是不是弄疼你了？哪有人第一次这么厉害？皇上先前说不能人事，该不会是骗臣妾的吧？朕没有骗你，朕试过无数药，见过无数美人，从未有过半点反应。可不知为何，偏对你就行了。或许真如太医所说，只有天命之人才能让朕恢复。什么天命之人？你就是朕的天命之人，只有你才能拯救朕。臣妾也没做什么呀。燕华，这世上只有你能让朕做真男人。从今往后，朕定好好疼你爱你，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这话听着耳熟，魏廷玉一个普通男人都做不到，更何况皇上呢？朕对天发誓，若言而无信，辜负庄艳华，便天打雷劈，不得。皇上不要！怎么这么心疼朕？皇上不准乱说，您要长命百岁，毕竟臣妾和整个大周百姓都要依赖您呢。艳华，有你真好。从前魏廷玉总是三两下草草了事，他还说男子都是如此。如今我才知道这件事还能如此愉悦漫长。臣妾参见太后，愿太后福寿安康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太后。臣妾入宫月余，早就想拜见太后，却听闻您在大慈恩寺清修，所以趁着您不在宫里这段时间，亲手雕刻了这尊白玉观音。虽然雕工简单，但玉料还算考究，只希望太后不嫌弃。你亲手雕刻的？好孩子，真是有心了。庄家世代书香门第，这丫头看着真是不错，皇帝倒是挺有眼光的。启禀太后，吴安侯老夫人与儿媳前来拜见。宣，他们怎么会来？我想起来了，宋氏与太后母结是亲戚，按照辈分，太后是她表姐。糟了，若太后受他们挑拨，我日后在宫里岂不是处境艰难？臣妇拜见太后。免礼，赐座。奇怪，按照时间，她怀孕不足3月，肚子便这般明显了。宋表妹倒是好久未进宫了，今儿怎么想起来看哀家？昨日梦到儿时与太后赏花，心中顿觉思念，一大早便带着我这儿媳入宫拜见娘娘了。庄艳华这贱人不给我儿做妾就算了，还敢入宫为妃，我自然要来给她上点眼药。转眼都这么多年了，听说你新儿媳怀孕了？是啊，已经快3个月了呢。若非前一个不能生，臣妇说不定早做祖母了。那哀家真是恭喜你了，多谢太后娘娘。不过，您可知皇上新纳的这位庄昭仪，就是臣妇的前儿媳呢？是吗？这个哀家还真是不知道呢。原来太后不知道啊！哎呀，都怪臣妇多嘴，还望太后恕罪。那太后定也不知道庄昭仪不能生养吧？所以武安侯与她和离，是因为这个？可不止如此呢。昭仪娘娘从前名声就差，与我儿在一起时没少勾三搭四，可不是个安生的。哦，庄艳华可有此事？太后明察，臣妾绝没有。你当然不承认了，我好歹做过你5年婆母，若你真是个好的，又怎会让我儿与你和离呢？那是因为他与宋雪茹私通有孕，你们本想表妻为妾，霸占我的嫁妆，却不料皇上允我和离，否则我要被你们一家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太后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他不能生养，还嫉恨臣妇，期望寿宴，他还将臣妇推下水，想让我淹死呢！分明是你栽赃陷害！够
太后绝容不起一个不能生育的弃妇。庄眼华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哼，贱人，你得到圣宠又如何？只要太后一句话，你就会被打入冷宫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哀家面前数落哀家的新儿媳妇！太后明鉴，臣妇可都是为了皇家考虑啊。对啊，太后，我们说的句句属实。好啊，既如此，你们倒是说清楚，我儿媳究竟哪里不好？她未与我儿和离前，就3天2头往外跑，说是上寺庙祈福，实则就是去与野男人厮混的。太后，我没有。你可有证据？这种事不好取证。再说，臣妇若拿到证据，早让他身败名裂了，怎么会容他欺瞒皇上？没有证据，便是无稽之谈，哀家如何相信？太后，他与男子在大慈恩寺搂搂抱抱，可是有4生人亲眼所见。若是民女撒谎，便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何时与男子在大慈恩寺搂搂抱抱了？等等，难道是2个月前？那是混账！仅凭道听途说，便到哀家面前污蔑昭仪。若不是看你有孕，哀家定要狠狠责罚你。太后，庄艳华水性杨花，行为不检点，您可要为皇家颜面考虑啊！大可不必，哀家相信皇帝的眼光，更相信庄家养出的女儿。你们2人搬弄是非，实在令人发指。来人，将他们给哀家轰出去！慢着，你放心，哀家不会轻信这种谣言。谢太后信任，只是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。若不将此事彻底解决，臣妾背负污名不说，还会有损皇家颜面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你刚才说定会抓住本宫的奸夫，那本宫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如何？你什么意思？本宫给你3日时间，若你能交出奸夫，本宫自请被废入冷宫。此话当真？当然。可若是你交不出奸夫，或是让本宫查出你栽赃陷害，那么本宫就将你打入奴籍，让你和你腹中的孩子永生为奴为婢。你这个毒妇！好，我答应你，3日后我定找出你的奸夫。蠢货，果然上钩了。李嬷嬷，送客。好孩子，就凭你亲手为哀家雕刻观音的心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哀家都会护着你。太后，您不嫌弃臣妾吗？哀家为何要嫌弃你？臣妾是弃妇，还不能生育，又被扣上水性杨花的帽子。刚才不过是为了套他们话，才故意装傻。可是，哀家相信皇帝不会看错人的，更何况哀家今日一见到你就喜欢。太后，这使不得。带着，这是先太后传给哀家的，如今给你正合适。谢谢母后。你叫哀家什么？母后。哎，母后在呢。皇帝一心忙于朝政，后宫只有你一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可要多来陪陪哀家。母后放心，臣妾一定每日都来。您可别嫌弃臣妾烦人。那怎么可能？哀家这就命小厨房给你做好吃的。娘娘，您怎么还睡得着呀？忘了3日之约了吗？你慌什么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宋雪茹要是找伪证，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！咱们总得想想法子才是。再说了，天塌了有皇上顶着呢。唉，那宋雪茹指不定怎么害您呢。陛下驾到！娘娘，您不困了？皇上来了，我还困什么？臣妾恭迎陛下，陛下万福金安。爱妃这声音听着怎么不高兴了？
臣妾没什么。燕华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臣妾只是觉得委屈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臣妾今日去慈宁宫给母后请安，岂料那宋雪茹和宋氏也了，还对太后污蔑臣妾。岂有此理！看来朕对武安侯府的责罚还是太轻了。皇上，臣妾从未与任何男子有染，却被他们造言，若传出去还怎么活呀？他说的大慈阴寺，你与男人搂搂抱抱，莫非是朕与你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？除了这次，臣妾上次去大慈阴寺可是未出嫁的时候。原来朕是你的奸夫啊！皇上还有心情打救臣妾？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朕绝会让你背负污名。那3日后，皇上可要为臣妾作证？当然，3天后你只管去慈宁宫与宋雪茹对峙，朕自有安排。我就说嘛，天塌下来也有皇上替我顶着，原来这就是有靠山的感觉。那臣妾就全仰仗陛下了。爱妃，打算怎么谢朕？陛下还没办事呢，倒先邀功了。臣妾自然会犒劳陛下，不过是等陛下办成了事再说。哪有先收钱后干活的道理？陛下是天子，更该以身作则。好啊，朕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以身作则。皇上今晚可不能再折腾一夜了，臣妾腰疼。朕给你揉揉。儿子不想讨厌东方，又得那龙诀。你确定二人真的洞房了？回太后千真万确。老奴打听过，二人新婚当晚，皇上就要了7口水呢。也许皇上是对外演戏呢，那还能夜夜都演戏吗？今日这个时辰，已经要了3口水了。而且老奴问过昭仪的贴身女儿，那红烛丫头也说，二人每晚都折腾得不轻。这么说，皇帝身体恢复了，老奴觉得皇上肯定就是好全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烟花可真是我们周家的福星啊！是啊，皇上纳昭仪不过是当个幌子，没想到竟然捡了个天大的福气，说不定二人很快就能有孕呢。只要皇帝身体康复，哀家就已经知足了。至于子嗣，实在没有，就从齐王府过继一个给他们。太后说的是，昭仪侍寝辛苦了，快把哀家库房打开，多挑些好的，全送过去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贤弟，燕华一入宫，咱们皇儿身体就好了。你若在天有灵，定要保佑咱们儿媳有孕。宋雪茹，3日之期已到，奸夫你可找到了？臣妇拜见皇上，拜见太后。回太后，臣妇今日带了人证物证，必将庄艳华在宫外做的丑事全部公之于众。把人带上来。此乃何人？回皇上，此人是我魏家的马夫，名唤刘三。他在魏家当差已有3年，而这3年间，庄氏每次外出，皆是他驾车相伴，二人关系非同寻常。刘三家中有病重的老母，从前我可怜他，没少施舍银钱帮助，没想到竟亲手喂出个白眼狼来。哼，出门马夫随行实属正常，如此便有奸情，那京城勋贵人家岂不是人人都与马夫私通？太后，这刘三亲口承认自己与庄艳华通奸，您若不信，臣妇这里还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呈上来。太后，这是臣在马夫房中搜出的肚兜，无论是气味还是样式，都可以证明是庄艳华之物。如此人赃并获，足以证明二人奸情。太后若不信，可以着人查验，与庄艳华其他小衣对比便是。
这是老奴从昭仪宫中找到的小衣，还请太后比对。仅凭一件肚带，便说自己与昭仪私通，万一是他偷得呢？不可能！侯府守卫森严，马夫等奴才严禁进入内院。除了庄艳华私相授属，刘三绝不可能偷到这私密之物。朕的爱妃曾是侯府夫人，当初合离留在魏家几件衣物也很正常。或许是你们二人故意栽赃。皇上明鉴，庄艳华之所以不能怀孕，定是因为她与男子厮混，才搞坏了身子。没错，庄艳华与人私通，有违妇道，损害天家颜面。皇上，你应该立刻将这个荡妇进猪笼赐死。魏廷宇、宋雪茹，你们为了害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庄艳华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我们都是为了皇家颜面和圣上清誉。你若识相的话，乖乖认罪，或许皇上还能饶你一命。魏廷宇，你真让人恶心！你闭嘴！刘三，当年你母亲病重，是我施以援手找郎中救了她的命。事到如今，你却帮他们做伪证害我，你可知这不仅是恩将仇报，更是欺君之罪，会连累你母亲一同问斩。我有罪，要杀就杀我一个人，别杀我母亲。皇上早就查到你母亲在哪儿，现在说出实情，或许能免去罪责。一个落魄侯爷，一个当今帝王，你觉得谁能护你母子周全？皇上，草民有罪，草民有话要说。刘三，圣上面前你务必谨言慎行，否则小心连累全家。刘三，你若如实交代，朕不会怪罪。皇上，是宋雪茹和魏廷玉绑架了草民的母亲，威胁草民污蔑昭仪娘娘，草民与娘娘清清白白，绝无私情，还请皇上明察。你血口喷人，我们没有。皇上太后，臣妇和表哥绝没有做这种事。皇上太后，这狗奴才为了维护庄艳华，故意反咬一口污蔑臣啊，这足以证明二人有私情啊。皇上，草民冤枉，您若是不信，大可派人去查草民母亲的下落，定能查出是他派人绑架。你们不必争辩，其实朕早就派人查清楚了。萧寒，娘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阿三，是皇上派人救了我，你可不能替坏人做伪证，冤枉恩人啊！启禀皇上，绑架刘三母亲的劫匪已经招供，是受宋雪茹指使。宋雪茹、魏廷玉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不从实招来？表哥，怎么办？皇上，臣敢对天发誓，当初确实有僧人看到庄艳华与男子在大慈恩寺搂搂抱抱，若有虚言，便叫臣天打雷劈，断子绝孙。魏廷宇，毒事不能轻易说，若真的一语成亲，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呢。我才不会后悔。皇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您不信臣，总该相信佛门弟子吧？大慈阴寺是国寺，其中僧人皆是德高望重，朕自然相信他们的话。皇上，无尘大师就在殿外等着，随时可以进来作证。那便宣他进来。宣无尘大师进殿。庄艳华，你死定了！我会让你后悔没有给我做妾。庄艳华，你就等着后半辈子就在冷宫里自生自灭吧。无尘拜见圣上，拜见太后。阿弥陀佛，师父免礼。无尘师父，你快告诉皇上和太后，你是不是亲眼所见他与男子搂搂抱抱？启禀皇上，贫僧自幼便过目不忘，2个月前确实在大慈恩寺见过这位女施主，也看到她与一位男施主在殿外相拥。皇上，您听见了吗？臣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没错，太后娘娘，您现在相信臣妇所言不假了吧？她之所以不能有孕，就是因为早让男人玩烂了。庄艳华，你这贱人果然不要脸，这种时候还敢笑？皇上，您说臣妾该不该笑呢？爱妃还是先憋着吧，待会儿一起笑。皇上，无尘师傅已经证明庄艳华与男子厮混，您怎么……魏大侯爷，有没有可能，他口中说一抱在一起的浓雾，是朕？啊！什么？无尘师傅，你看看朕眼里。没错，您就是那日与昭仪在殿门外相拥之人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皇上，您该不会是包庇他？怎么，你们二人是在质疑朕？皇帝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母后，那日朕去大慈恩寺看望你，可您却不见朕，所以朕便去佛祖前跪拜，正好遇到了艳华。我与她一前一后出门，她不慎踩空，这才撞上儿臣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们二人的缘分，那可是佛祖赐的。臣妾庆幸那日撞的是皇上，后面才能顺利和离，带走嫁妆。那日是我逼他去大慈恩寺祈福，好在家中准备备妻事宜，没想到竟成全了这个贱人。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让他摊上了？说那日是我去大慈恩寺，现在做三品昭仪独享圣恩的就是我。庄艳华，都是你抢了我的福气。事情真相大白，你们还不认罪？太后息怒，臣父亲为国捐躯，臣一向是忠心耿耿，之所以这么做，全都是为了皇家着想。皇上，太后息怒啊！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担心皇室颜面，怕皇上被贱人蒙蔽。放肆！你们污蔑朕的爱妃，却说是为皇家着想。两个混账东西！从前欺负哀家的儿媳，如今还要跑到宫里来栽赃污蔑，简直罪大恶极！来人，给哀家打烂他们这么张造谣的嘴！是。爱妃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3日之前，臣妾与宋雪茹在母生面前立下赌约，臣妾输了就入冷宫，而她输了就得卖身为奴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让他签卖身契。即日起，宋雪茹禁足武安侯府，诞下孩子后，立刻押入胤禛为奴。至于魏廷玉，你不是与宋雪茹情投意合，朕就赏你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得纳妾另娶。她这辈子都是你武安侯唯一的妻。皇上恕罪，万万不可啊！宋雪茹已经被贬为奴，我若不能再娶，日后我的孩子岂不是这辈子都是贱奴？不，我没有输，庄艳华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不甘心，庄艳华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定要抢走你的一切！你给我等着！娘娘不好了！什么事不好了？宫外有人传话说夫人病好了，都能参加宴席了。真的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可是才去了一次席面，就又被人给气病了。什么？母亲她又病倒？夫人大病初愈，本就不稳定。昨日参加宴席，听了些不好的言论，气不过争论了几句，最后怒火攻心，当众晕倒了。什么不好的言论？外面到处都在传，说您是祸国殃民的妖妃，明知自己不能生养，还霸占皇上，要害皇家绝息。娘娘别伤心，他们都是胡说八道，奴婢这就告诉皇上，把他们舌头全拔了。别去！皇上今日因荣亲王的事正烦心，我不想给他徒增烦恼。进来，老奴给娘娘请安。慈宁宫准备了娘娘爱吃的午膳，太后正等您过去呢。好，本宫这就去。艳华，你怎么了？艳华，可是今日的菜不合胃口，怎么魂不守舍的？爱妃脸色怎么这样差？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没有，菜很好，臣妾只是夜里没睡好。从前在魏家时，想回娘家看看，每次都被宋氏和魏廷瑜辱骂，甚至用自己嫁妆给娘家买点燕窝，都要被骂胳膊肘往外拐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既进了我魏家的门，便是我魏家的人，谁允许你没事往娘家跑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魏家推戴了你，还敢买燕窝回娘家？就算是你的嫁妆，那也是我侯府的钱，你嫁给我便要遵守3从4德，敢贴补娘家一吻，你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。艳华，告诉哀家你到底怎么了？母后问你，还不快说！
皇上恕罪，母后恕罪。臣妾听说母亲又病了，心中挂念，这才心不在焉。不过臣妾知道后宫妃嫔不得随意出宫，臣妾只是思念母亲，绝没有想出宫的意思。庄艳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朕和母后在你眼里是什么心胸狭窄的恶人啊？不是这样，是因为之前母亲病倒，已经麻烦皇上派太医去看诊。这次臣妾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这孩子怎么才说？臣妾不是故意隐瞒，臣妾知错了。完了，太后和皇上一定是嫌我不够安分守己，心里还惦记呢。艳华，亲家母生病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早点告诉哀家和皇上的。爱妃，朕与你是夫妻，岳母再次病倒这种大事，你怎么能瞒着？臣妾，皇上、母后，你们不生气吗？朕和母后为什么要生气？岳母病了，你心急如焚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倒是你，干嘛突然跪下来请？可是臣妾已经入宫为妃，怎能再惦记着娘家？傻瓜，胡说什么呢？原本早该让你和家人团聚的，是朕不好，太忙了才会疏忽的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太医院全部太医立刻去庄府替朕岳母诊治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李嬷嬷，去取哀家库房里的极品灵芝和千年人参，全部送到庄家。还有太医院最好的药材，也都紧着亲家娘用。是。谢谢皇上，谢谢母后。一家人不准歇来歇去的。还有，赶紧去更衣，朕陪你一同回庄家探望岳母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您陪臣妾回娘家？当然，按照民间规矩，成婚3日便要回母。更何况你母亲先前病愈后一直未能团聚，之前是朕疏忽了，朕定加倍补偿你。皇上，从前臣妾在魏家时，想回娘家看看，都会被宋氏和魏廷宇骂得狗血淋头。他们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不能再惦记娘家。所以臣妾以为太后和皇上也会怪罪臣妾。傻孩子，哀家和皇帝怎么能跟那种畜生一样不通人性？从今往后，你什么时候想回娘家就什么时候回去。你从前受的那些苦，往后哀家和皇帝统统替你补回来。没错，往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朕有空便陪你一起，朕没空便让萧寒护送你。而且庄家不是外人，你母亲和兄嫂也是朕的亲人。皇上和母后同样也是臣妾最亲的人。好了，孩子，快去换衣裳吧。这孩子从前受了太多委屈，皇帝，你可要好好待他。母后不说，儿臣也会这么做。更何况是他拯救了儿臣，这辈子非他不可。太医们已经先去庄家为岳母看诊，你不必焦心。咱们难得出宫一趟，多买些礼物再去。好，娘亲最爱吃稻香斋的枣泥山药糕，嫂子喜欢吃旁边的里脊烤鸭。那你去买糕点，我去买烤鸭。哎呦，这京城确实比咱们县城繁华100倍，这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娘，您女儿现在可是侯府夫人，您能不能收起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哎，岳母高兴就好。行了，这稻香斋的枣泥山药糕是京城一绝，我最近正好馋了，娘你去给我多买些。乖女儿放心，你和女婿在车上等着，娘这就去买。最近怎么总是恶心干呕？难道是吃坏了东西？算了，还是先买糕点吧。掌柜的，麻烦给我1斤枣泥山药糕。哎呦，只剩下最后半斤了。那我全要了。好嘞，这就给您包。掌柜的，枣泥山药糕还有没有？统统给我包起来。实在对不住，今日只剩最后半斤了，已经被这位姑娘买下了。哼，我闺女可是武安侯夫人，如今怀着身孕就想吃这口。掌柜的，你最好识相点，若得罪了侯府，定让你这破店开不下去。武安侯夫人，那她便是宋雪茹那个乡下的母亲了。她怕还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生下孩子就要入宫为奴了吧？即便是侯府夫人，也要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你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，不就是想要银子吗？老娘出双倍行了吧？不行。哪儿来的小贱人，也配跟我抢？
我闺女是武安侯夫人，武安侯你知不知道？那可是京城里响当当的人物。我管你猴子还是乌龟，这点心是我买的。你竟然不把武安侯放在眼里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敢跟我女儿抢点心，今天非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！没事吧？伤着哪里没有？没有，多亏夫君及时赶到，没事就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，闺女，我被2个贱民欺负了，你快打死他们，为娘报仇！什么？哼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他们是活腻了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欺负我岳母大人！武安侯好大的官威！武安侯好大的官威啊！侯爷还是起来吧，这么多人看着。是，小的这就起来。你们2个贱民，还不快跪下，把这糕点给我闺女双手奉上！娘，别说了。武安侯，这笔账咱们来日再算，让开。女婿，你可是武安侯，刚才怎么不打死他们2个贱民？娘，刚才那男人是皇帝，女人就是庄艳华。那个贱人就是被你扫地出门的庄……嘘，小点声。哼，怕什么？一个不下蛋的母鸡还敢抢我们的点心？娘告诉你怎么对付他。岳母不必多礼，朕今日陪艳华回门，只论家礼，不论君臣。多谢皇上。娘亲，女儿终于见到您了。您没事吧？我听人说您病倒了。太医看过了，只是心火旺，不碍事的。都是女儿不好，害得娘受委屈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就是，要怪也怪那些乱嚼舌根的长舌妇。夫人，不得对昭仪娘娘胡言。大哥，咱们一家人讲什么娘娘？这是要与妹妹生分了。关起门都是自家人，不讲规矩，只讲亲情。皇上说的对，我这就吩咐厨房做团圆饭。皇上有急报。何事？荣亲王来信，太后寿宴他便要入京，眼下已经出发了。什么？皇叔竟敢无诏擅自归京！当年皇上登基，荣亲王联合一众老臣拥护他为摄政王，皇上好不容易才将他赶到封地，如今他想卷土重来。皇上，荣亲王不仅在封地安中募兵，还私自囤粮铸造兵器。他这次入京说是为太后贺寿，可背地里定是有造反预谋。朕这位皇叔狼子野心，天下皆知。不过没关系，无论他想干什么，朕都奉陪到底。皇上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宫吧，国事要紧。朕自己回宫就好。岳母身子刚好，你多留几日陪陪她。另外，朕让萧寒带一队暗卫留在庄府，也好护你周全。不行，萧寒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臣妾不能为了自己耽误皇上的大事。更何况母亲身子已经无碍，臣妾已经放心了。大不了皇上下次再陪臣妾回来。是啊，国事要紧，咱们相聚来日方长。多谢岳母谅解。母亲、兄长、嫂子，我就先随皇上回宫了。那咱们走吧。启禀太后，皇上与昭仪娘娘回宫了。他们不是刚出宫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说是皇上急着处理朝政，昭仪娘娘不想皇上分心，这才跟了回来。这孩子也太懂事了些。既然他回宫了，那哀家就让他娘家人入宫团聚。吩咐下去，3日后哀家要办一场赏花宴，请姐先紧着庄家人送。是，那其他人呢？哀家听说宫内外最近关于艳华的事一直流言不断，正好趁此机会好好惩治一下长舌妇们。老奴明白了，这就去发请柬。糟了，一看到吃的就犯恶心。不行，我得忍住，不能让母后担心，更不能在宾客前失仪。亲家母来了，快请上座。臣妇不敢当，太后万福金安。臣妇给太后请安。
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，快请坐吧。臣女给太后请安。朝阳怎么也来了？伯母这是怪朝阳不请自来。她是荣亲王嫡女朝阳郡主，当年荣亲王离京时将她留在了京城。这些年她仗着荣亲王的势力，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宋雪茹怎么会与她一起入宫？哪有，许久未见，哀家也想你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坐吧。这位便是昭仪娘娘了。朝阳你，正是。久仰娘娘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倒也没什么稀奇的嘛。我娘说的没错，想对付庄艳华，就得学会借刀杀人。郡主这话不对，昭仪娘娘深得圣心，若不是风华绝代，怎能让陛下独宠她一人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都能入宫为妃，可见平日有多妖媚，才能蛊惑帝心。郡主这是何意？昭仪娘娘与皇上乃是情投意合，怎能说是妖媚蛊惑？就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嘲讽昭仪，这是以下犯上！放肆！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这样跟本郡主说话？来人，给本郡主张嘴！朕看谁敢！臣女拜见皇兄，臣妇参见圣上。朝阳郡主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当着太后的面下令对朕的岳母动用私刑？皇兄您怎能这么说？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和太后好啊！原本按照父王计划，我早该入宫为后，都是庄艳华这贱人挡了我的路。是啊，皇上，郡主一片好心，您可不能误会她。郡主下旨对我母亲和长嫂动手，分明是受人挑拨，故意刁难，怎么倒成了为皇家好？昭仪娘娘是在说臣妇挑拨郡主，故意为难您全家吗？这可冤枉死人了！明明是您不能生养，郡主担心忧上被蛊惑，害皇家彻底绝息啊！你说什么？昭仪娘娘急什么？难道武安侯夫人说错了？你能生的话，为何5年都无所出，还被魏家扫地出门呢？你放屁！大嫂，皇上和太后面前注意措辞。你胡说八道！凭什么说我妹子不能生？我看是魏廷仪不能生吧？哼，表哥当然能，否则我怎么会有孕？那要问问你自己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想必你心里最清楚。宋雪茹怀孕不过3个月，可孕肚却越来越不符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怎么还急了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被昭仪娘娘说中心虚了。你们够了！眼下最重要的是，皇兄还是早日选秀，多纳些名门闺秀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若为了这个妖妃而不顾大周的江山社稷，岂不是要成为千古罪人？放肆！真的是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郡主智慧。来人，送郡主出宫！不行，我不出宫！皇兄，你应该娶我为后的，你怎么能被这个妖女迷惑？放开我！皇上，臣等有话要说。皇上，臣等实在不忍见妖妃祸国，更不忍大周江山后继无人啊！您膝下无子，绝不可空视后宫。臣等请求皇上广纳后宫选秀开支，为大周皇嗣考虑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逼迫朕！这些人都是荣亲王的麾下，看来是想在老狐狸回京前，先给朕一个下马威。皇上，若昭仪娘娘能诞下皇子，臣等绝无二话。可她不能生育，无法为皇家延续血脉。您若继续独宠她一人，岂不是要将江山社稷悬于一线？魏廷宇、宋雪茹，既然你们找死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魏廷宇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和宋雪茹私通有孕，逼我做妾，还妄图霸占我的嫁妆，这些我都不计较。可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放过我？魏廷宇，看看宋雪茹的肚子吧，不到3个月，都显怀了呢。周月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放开表哥！不是我干的，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只有我豁出去，才能让皇上名正言顺地动整个武安侯府。我的头好痛啊！夜华，夜华，你醒醒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你们2个混账东西！若哀家的儿媳有事，今日在场的每一个都要陪葬。太医呢？太医！皇上，太后息怒啊！朕和雪茹绝对没有伤害昭仪的意思，这是误会。当众推倒昭仪可是死罪啊！庄艳华这毒妇明显是装的，她想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办？这下怎么办？而且刚才庄艳华说的话，会不会让表哥怀疑我？
太医，他怎么样了？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后娘娘！喜什么喜？赵姨昏死过去，你竟敢恭喜朕和太后！来人，给朕皇上息怒，赵姨娘娘虽伤了额头，可伤口不深，并无大碍。臣之所以贺喜，是因为娘娘有喜了呀！你说什么？皇上，赵姨娘娘是华脉，已有身孕月余。你说什么？我有身孕了！我真的有身孕了！太医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赵姨她真的有孕了？回皇上，赵姨娘娘已经怀孕1个月，脉搏康健，目前而言母子无恙。佛祖保佑，哀家终于要抱孙子了！娘，你醒醒啊！我小妹有孕了，你要当外祖母了。我真的要当外祖母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皇上，我有孕了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我不是个不能生。可是，为什么过去5年我都没有身孕，如今突然有了？娘娘不必奇怪，怀孕是2个人的事，您不孕可能是男方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夫妻2人体质相斥，所以难有身孕。怎么可能？庄艳华竟然能怀孕，那为何与我不能？难道是我的问题？可表妹为何会怀孕？她的肚子似乎的确比寻常3个月的肚子要大一些。不可能，庄艳华就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她凭什么怀龙丝？就算怀孕，定也是假孕。表哥为何这样看我？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艳华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朕身体康复，给了朕做父亲的资格。皇上，臣妾也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臣妾也没有这个做母亲的机会。朕这一生绝不能负你。来人，庄昭仪有孕，实乃大周功臣，立即封为贵妃，赐居坤宁宫，封赏河宫上下，与朕同喜。恭喜皇上，恭喜贵妃娘娘！你们这群混账东西，如今还有什么要说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从前欺负哀家的儿媳，不仅栽赃污蔑，如今险些将她得一尸2命，简直罪大恶极。是太后息怒，臣一片赤诚，全都是为了皇家考虑。是啊，我们只是希望大周能后继有人，除此之外绝无二心。爱妃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皇上，臣妾哪敢说？魏侯身份尊贵，这次煽动朝臣要您废了臣妾，下一次说不定就会要了臣妾的命呢。你说的对，是朕念及他父亲一直对他极为伤害，从今往后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即日起，宋雪茹进族武安侯府，诞下孩子后，立刻押入列庭为奴。至于魏廷瑜，处夺其爵位，转给魏家庶子继承，不得入室。不，皇上恕罪，皇上您不能体夺臣的侯爵啊！我不要为奴，我不要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庄艳华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不甘心，庄艳华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定会抢走你的一切！你给我等着！娘娘，自打您有了身孕，皇上和太后就将坤宁宫里外外护得密不透风，20名女卫轮班值守，膳食都要经3道查验才端到您面前，可见有多看重您腹中这一胎呢。若是皇子的话，不可妄言。哎呀，奴婢随便说说嘛。即便皇上太后护着，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如今还要4个月才能生呢。娘娘放心，奴婢一定小心谨慎。不过娘娘这肚子倒像是7个月大的。太医悄悄跟我说过，或许是双生子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告诉皇上。嘘，千万不能声张，太医也不敢保证，万一到时候只有1个，岂不是欺君之罪？有道理，奴婢定会守口如瓶的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不是说要在御书房连夜批改奏折吗？怎么来了臣妾宫里？爱妃，朕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别问这么多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皇上，这是哪儿？嘘，跟着来。说，你明明怀孕只有8个月，为何这孩子生下来却是足月？表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不小心摔跤才导致孩子早产的，孩子看着足月，
定是我吃的好，所以孩子大了些。放屁！你摔一脚就能摔出个足月的孩子，我儿不懂，你当我也不懂吗？表哥，你相信我，这孩子就是你的。你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认了吗？苍天可见，我宋雪茹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男人啊！你跟我的时候就不是处子，当时不过是跟你玩玩，并未追究。若非看你怀孕，我才不会与庄艳华和离，娶你这个无权无势的破落户。魏廷宇，我为了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你现在却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肯认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今天就抱着孩子一同撞死在这里，也省得他长大了被人骂野种。行了，少在这里演戏，只要滴血验亲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吵来吵去有个屁用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他还那么小，不可以滴血啊！天哪，这么精彩的滴血认亲大戏，幸好我没错过。老天爷呀！怎么会这样？你这个贱人，你骗了我们！这孩子到底是谁的野种？庄艳华能怀孕，还怀了皇帝的孩子，而宋雪茹的孩子却不是我的。原来不是庄艳华不能生，而是我不能生。从头到尾不能生的人是我呀！我真是后悔呀！早知道是这个局面，娘绝不会让你和庄艳华和离呀！如今她怀着龙脉，当着贵妃，我们却因为这个野种丢了爵位，变得一无所有。爱妃在想什么？臣妾在想，谢谢皇上今日带臣妾来这一趟，心里可舒服了？臣妾这些年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，总算被搬开了。臣妾从前总觉得自己不好才会被欺负，如今才知道，有些人的心本就是黑，与旁人做了什么无关。你能看开就好。往后，臣妾只珍惜眼下的日子，绝不辜负皇上的厚爱。其实朕倒要谢谢魏廷宇，若不是他蠢，朕怎么能捡到这么好的贵妃？不准感谢，要谢也是谢臣妾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朕谢谢你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们给我干活麻利点，要是谁耽误了时辰，今天就别想吃饭。你个小贱蹄子，不会轻点啊！连个衣服都不会洗，活着有什么用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快给我把剩下的衣服洗干净，然后给我缝补好。要是缝歪了，你就死定了。若不是庄艳华，我怎会落到这一步田地？我要报仇，我要把庄艳华拥有的一切统统抢过来。哎呦，嬷嬷，我肚子好痛，可这衣裳再不送去养心殿，就要耽误了。你去送，记住，快去快回。敢乱跑的话，我不会饶了你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果然只有皇帝一人，太好了！还好我入宫之前早有准备，偷偷带了这迷情烟。任何男人闻一闻，便会立刻燥热难耐。只要我能爬上龙床，就能再次将庄艳华踩在脚下。怎么回事？朕怎么这么热？倒像是新婚那夜喝了暖情酒似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没有烟花，再烈的欲望朕也不会有一点反应。陛下，让奴婢来服侍你。宋雪茹，你不在丽嫔当差，跑来养心殿做什么？糟了！回贵妃娘娘，奴婢只是来送龙袍的，奴婢什么也没做，求贵妃娘娘饶奴婢一命。我警告你，滚回丽嫔，从今往后不许踏进内宫半步。若再让本宫撞死，
就不是磕几个头能了的事物。是，奴婢这就滚。不好，皇上！爱妃，你怎么垂来？方知有个宫女勾引朕。宫女是宋雪茹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来人，快传太医！那人往香炉里撒了泥香，还想趁黑对朕动手动脚。幸好朕身体有病，只认你一个人，哪怕是妲己转世，也休想让朕有半分反应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若往后您的病好了，就会宠幸其他女人了？庄艳华，你个没良心！朕为了你守身如玉，你竟然这样揣测朕，朕干脆不活了。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，动不动就用不活了威胁臣妾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你没良心，还怪朕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臣妾说错了还不行吗？臣妾不该胡乱揣测您，您清者自清，是臣妾小心眼儿。当真知道错了？当真知错了。那朕要惩罚你。贵妃娘娘，您怎么亲自来这种地方了？可别污了娘娘的绣鞋。凭什么我如此卑贱，而他却高高在上？我一定要将他赚下来。红烛，告诉他们，本宫为何会来。是。贵妃娘娘今日来此，是因为掖庭里出了一只老鼠，居然不知死活，偷香偷到了养心殿。娘娘身为贵妃，掌理后宫，若对这种丑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往后还怎么制定宫规？娘娘息怒，都是老奴管教不严，竟不知有人胆大包天，做出这等事儿来。求娘娘示下，老奴定当严惩不贷。从今往后，要是再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小心自己的命。说，昨天是谁去养心宫送的衣服？你个不要脸的下贱胚子！皇上也是你能勾引的，要是得罪了贵妃娘娘，他们都得是你连累。庄月，你给我等着！庄艳华，若是皇上知道你怀的是个野种，定会把你碎尸万段。这上面写了字：贵妃娘娘有孕5月，肚子却如7月大，定是入宫前怀孕。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写的。去哪儿？还不回来？娘娘，宫里有谣言说您肚子大是入宫前就怀了野种，外面那几个死丫头肯定也在说这事儿，奴婢过去撕烂他们的嘴。撕烂了又如何？旁人只会说本宫心虚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胎儿稳健，只要等孩子生下来，什么流言都不攻自破。太后驾到！太后该不会是信了流言蜚语来兴师问罪了吧？清者自清，太后定不会相信那些无凭无据的谣言。我虽这么说，可仍是担心，万一太后真的信了怎么办？你们都出去，哀家有话要单独与贵妃说。是。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母后，您那些谣言，哀家听说了，你千万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。哀家和皇帝是100个信你的。哎呦，我的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别哭啊，可不能伤心啊！母后，我不是伤心，我是高兴。谢谢母后信任。不难过就好，左不过是几句闲言碎语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好好养胎，保重身子才最重要。多谢母后关心。其实有件事。什么事？母后，艳华不瞒您了，其实太医前几日诊脉时说，臣妾肚子里可能是双胎。当真是双胎？嘘，母后小声些，不一定呢，还是不要声张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天佑我大周！母后，我只求平安生产，不想再节外生枝。况且皇上最近公务繁忙，实在不能让他为我分心了。你说的是，最近荣亲王蠢蠢欲动，皇上实在是焦头烂额。臣妾听说过荣亲王，当初皇上登基时，他就百般作对。不过皇上不是把他赶去封地了吗？荣亲王是皇帝的叔叔，这几年在封地没少暗中养兵。这次表面上是冲着哀家的寿宴来京，实际上是知道皇帝身体有问题，急着把他孙子送入宫中寄养，好让他孙子做太子呢。如今皇上有了孩子，自然不必过急，母后可以放心了。话虽如此，可如今朝堂混乱，南边政灾刚平息，北方又闹了匪患，皇上正为剿匪的银子发愁呢。母后，其实臣妾已经想到主意，帮皇上筹集军饷了。太后寿宴不如与百姓同乐，大开宫门，只要捐银1万两，皆可入宫参加寿宴。这个主意好，既能与民同乐，又能筹集军饷。哀家就说你是我们皇室的福星。荣亲王到！这个魏廷宇定是早就投靠了荣亲王，难怪之前宋雪茹和朝阳一倡议何发之于我。臣弟来迟，皇嫂莫怪啊。这是老臣膝下的孙子耀祖，还不快给太后请安？皇祖母好。皇祖母，这称呼怕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耀祖迟早要过继到皇帝名下，依我看，不如趁着太后寿宴，当众宣布了此事。谁说朕要过继皇叔的孙子？皇上如今膝下无子，若不过继耀祖，岂不是要害大周皇室无人继承？不劳王爷费心，本宫已怀孕多时，很快就能为皇上开枝散叶。哼，本王若没记错，你怀孕刚满8个，这肚子看着却比足月还大。呵呵，皇上还是仔细留意些，别被某些人混淆了皇家血脉。王爷这是什么意思？本王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皇叔，今日是母后的寿宴，咱们还是先入座。哼，皇叔请入席。他坐臣妾的位置干什么？故意挑衅罢了。你先坐那个。夜华，太医，传太医！哪来的贱婢？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故意冲撞贵妃！皇上饶命啊！是贵妃娘娘让奴婢撞她的。她说孩子足月马上要生了，若被撞一下就能假装早产瞒天过海。我用这招没能骗过廷宇，现在把这招如法炮制在庄艳华身上，皇帝一定会怀疑她。你血口喷人！不好了，娘娘要生了！快传太医去偏殿！皇上，您看，她果然要生了，她是足月啊！皇上，她是在宫外怀的野种，你被打了好大一顶绿帽！庄艳华，你的死前动怒，我说过会让你后悔的。太医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保她，不准让艳华受到任何伤害，听懂了吗？是，微臣定全力救治娘娘，保住龙嗣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荣亲王带着一群千兵直奔偏殿而来。这个老狐狸终于按捺不住了。萧寒，立刻调动禁军镇守好每一道宫门，不准放进来一只苍蝇。朕不相信他带的那点人能造反。另外，所有暗卫悄悄包围偏殿，保护好贵妃。遵旨。皇叔带自己的千兵入宫，可是要造反吗？皇上言重了，本王担心您被妖妃蛊惑，特来请皇上处死妖妃和她腹中野种。放肆！荣亲王无凭无据，不仅污蔑朕的爱妃，更妄图谋杀皇嗣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误会了，王爷不仅是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更是为了皇上好。
庄艳华腹中孩子远大于月份，今日定是足月生产，故意伪装早产欺瞒皇上，试图混淆皇嗣，实在罪大恶极。没错，此等荡妇和其腹中野种，就该千刀万剐。本王知道当年皇上重伤，此生难有子嗣，所以愿意忍痛割爱，将本王最疼爱的孙儿过继给皇上做太子。皇叔的好意，朕心领了。不过朕的身体已经恢复，迟早会有亲生的皇子，就不劳烦皇叔将孙儿过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皇上理应早立贤后，稳定后宫才行。朝阳与你青梅竹马，没有比她更适合做皇后的人选，不如皇上即刻下旨封朝阳为后。后位也不劳皇叔操心了，朕打算燕华生下孩子后封她为后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庄艳华5年未孕，一入宫便有孕，您不觉得此事蹊跷吗？更何况她肚子远比足月的还要大，怎么可能是8个月？所以这胎定是来路不明。魏廷瑜，你屡次陷害贵妃，朕念你父亲为国捐躯，才留你一条贱命，可你仍不知悔改，无任何真凭实据，再次抹黑造谣，朕看你是真的活腻了。皇上明鉴，那庄艳华肯定是入宫前用了什么秘术才怀上野种，您执意护着她，便是置大周江山于不顾啊！没错，本王绝不能看皇帝被妖妃蛊惑，混淆我大周皇室血脉。来人，把门撞开，将那妖妃乱刀砍死！是。朕看谁敢！皇上若怪罪，本王一力承担。你们还不快去！只要周清衡敢为这个女人与本王为敌，本王正好以清君侧的旗号，名正言顺地夺取江山。王爷，刀剑无眼，还请三思。朕还没有打探到他藏兵的地点，一旦撕破脸，朕可能陷入被动。今日本想试探，可眼下到了这种地步，必须要杀了周清欢才行，否则一旦失败，本王绝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是那野种出生了。恭喜皇上，贵妃娘娘生了！真的？燕华怎么样？回皇上，娘娘无碍。皇帝，你对妖女下不了杀手，本王替你杀就是。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清君侧。没错，庄艳华混淆皇嗣，罪该万死，还请皇上为了大周江山着想，立刻让开。朕看你们不是想清君侧，而是想欺君。少废话！来人，给本王冲！住手！娘娘是早产，她生的是龙凤胎呀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回皇上，娘娘肚子之所以那么大，是因为生的是双胎，而且是龙凤呈祥啊！双胎，难怪燕华肚子比足月还大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双胞胎？这不可能！你不是说她怀了野种，足月假装早产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是宋雪茹传消息给我，说庄艳华肚子有问题，肯定是在宫外怀的野种啊！原本以为你有些用，没想到也是个废物。王爷饶命啊！我还有用，我最了解庄艳华了，她是皇上的软肋，我能帮你，你相信我。皇叔，你孙儿冲撞朕的贵妃，导致朕的龙色早产，若非他们母子3人安康，朕是绝不会轻易饶了他的。哼，即便是早产，也不一定就是皇上的血脉。我早知皇叔不死心。来人，取一碗清水来。皇叔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王爷饶命，这都是误会。魏廷瑜蛊惑本王，污蔑贵妃，混淆皇嗣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来人，将其立刻杖毙，尸体扔去乱葬岗。是。不要，王爷饶命啊！皇叔，公主和太子朕全都有了，你那宝贝孙子就自己留着吧。荣亲王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等朕将他的党羽一个个拔除干净，再动手收拾这只老狐狸。哼，生下来又如何？
活着才算本事。娘娘，咱们小公主可真好看，跟您长得一样呢。是啊，小皇子眉眼也生得俊，长大后定像皇上那般英武不凡。这么小，哪里看得出来？还疼吗？要是累了就躺下休息。臣妾无碍，已经不疼了。朕这辈子还从没怕过什么，战场上中了一箭，他一说伤了根本不能有后，其实朕心里并没有多在乎。可今日你被那贱人撞倒时，朕怕他魂儿都快没了。没人安排，他怕是进不了内殿。肯定是荣亲王指使。至于魏廷义，他已经被杖毙扔去了乱葬岗，也算是付出了代价。这是他罪有应得。不过宋雪茹，臣妾暂时还不想动他。为什么？皇上就别问了，留着他肯定还有用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来人宣旨，即日起册封贵妃为皇后，封后大典定在下个月。皇长子为太子，皇长女为长公主。这样犒赏全宫，大赦天下，让万民与朕同庆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上，北方传来800里加急密报，是剿匪大营。皇上，国务要紧，去忙吧。好，朕处理完尽快回来陪你。红烛，奴婢在。悄悄去乱葬岗，确认魏廷玉的尸体。是。还活着，也不知道王爷要这个废物做什么。王爷让我们把人带回去，我们带回去就是了。走吧。娘娘猜的果然没错，魏廷玉这个狗贼还真是命大，我这就回去告诉娘娘。怎么样？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娘娘的怀疑是对的。荣亲王派人把魏廷宇救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若是不演一出苦肉计，皇上真怪罪下来，荣亲王难免会有些麻烦。他这是在给自己找替死鬼。那为什么还要救魏廷宇？自然是因为魏廷宇还有利用价值。奴婢拜见皇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以后你与朕不必行礼。白天的事如何了？一切有朕，你不必担心。有件事，臣妾想跟皇上说。什么事如此严肃？魏廷宇没死，被荣亲王的人救走了。他们这是苦肉计。我想魏廷瑜对荣亲王肯定还是有用处，可他能有什么用呢？看来是冲你。冲臣妾？为什么？朕从未重用过魏廷宇，他在朝中没什么势力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足够了解你。可是臣妾一介女流，与权势毫无瓜葛，荣亲王为何要冲着臣妾来？然如此，那皇上理应早立贤后，稳定后宫才行。朝阳与你青梅竹马，没有比她更适合做皇后的人选，不如皇上即刻下旨，封朝阳为后。看来他是见过继孙子无望，改觊觎朕的皇后之位了。因他说过要朕立周朝阳为后。好一条毒计，先杀了我，再逼您立朝阳为后，最后架空皇上。等太子被他们掌控，荣亲王便可除掉皇上，扶太子登基，自己做摄政王。燕华，对不起，是朕把你卷入这场危机之中。不过朕就算拼死，也定要保护你和孩子们的安全。臣妾既然享受了皇上给的一切荣宠和地位，便不怕与您一同承担风险。我们是夫妻，共甘共苦是应该的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燕华，从今日起，你和孩子们的饮食、出行、用药等等，事无巨细，一律由朕的暗卫亲自经手，绝不会让你们出现任何差池。多谢皇上。可他们一旦无法对臣妾下手，必定会从其他方面，比如庄家。你说的对，岳母那边，朕也会派人暗中盯着。皇上，能否让臣妾母亲入宫一趟？臣妾想亲自叮嘱。当然可以，正好你生了孩子，娘家人入宫探望也是应该的。若都来，难免引起怀疑。
只要我母亲来就好。好，明日朕便让人接岳母入宫。庄艳华，你凭什么不能乖乖做妾？凭什么带走所有嫁妆与我和离？要不是你自私自利，我也不会丢了爵位，还落到这种地步。你让我如此狼狈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王爷，草民给王爷请安。废话少说，你应该知道本王留你一条狗命是为了什么。草民当然知道，王爷想除掉庄艳华那个贱人。没错，只要杀了他，本王有信心可以逼皇帝立昭阳为后，到时昭阳便可抚养太子。等本王杀了皇帝，就能名正言顺地做摄政王，独揽皇权。王爷放心，草民定为了您的宏图大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进。说说你的计划，若真有用，本王不会亏待你。多谢王爷。庄艳华在宫里被皇帝保护得密不透风，咱们想对他下手几乎没可能。这还用你说？本王不知道吗？王爷莫急，草民最了解庄艳华，她看起来软弱，实则非常护短，尤其是对庄家人。只要王爷从庄家人下手，保证庄艳华会迫不及待地出宫回娘家。只要她一出国门，王爷要杀要剐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庄丞相生前在百姓心里有口皆碑，本王要是轻易对庄家下手，岂不是要落人口实，背上骂名，将来还怎么当摄政王？王爷为了敛财囤积神兵，在北方以土匪之名大肆烧杀抢掠，如今皇上正发愁如何剿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王爷不必关心我如何知道，您只要知道，这次剿匪可是天赐良机。你立刻给本王说清楚！王爷可以命手下党羽举荐庄向东前去北方剿匪，若他失败损兵折将，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再不济，您随便捏造个通敌的罪证，也能让庄家百口莫辩。你小子倒是个狠角色。多谢王爷夸赞。庄艳华，你敢背叛我，我定要让你家破人亡，不得好死！母亲，您可来了，女儿想您了。臣妇还没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母亲又没外人，您别跟女儿生分了。好，我家华儿最近胖了些，气色也不错，看来宫里人把你照顾得很好。母亲，我请您入宫是有重要的事想告诉你。荣亲王只怕是盯上我了。怎么会如此？我死了，昭阳郡主才能做皇后，所以他定会对我下手。母亲，您和兄嫂也有危险，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。何事？放心，交给母亲就好。启禀圣上，北境匪寇已扩张至3万人，连破2座县城，青州危在旦夕，急需朝廷派兵镇压，还请圣上早做定夺。陛下，臣举荐庄向东、庄将军领兵出征。庄将军乃将门之后，骁勇善战，又系皇后兄长，由他挂帅，必能鼓舞士气，一举荡平匪患。臣附议。臣庄向东愿领兵剿匪，不平匪患，誓不还朝。看来庄将军勇气可嘉，不过你若失利，得以死谢罪。这恐怕不妥。皇上，臣愿意立军令状，若失败，自决领死。好，不愧是少将军，有魄力。来人，拿纸笔。好，你果然勇气可嘉，朕即刻给你5000镇国军，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！臣领旨谢恩，定不辜负皇上。蠢货，你以为自己会建功立业，殊不知你的死期快到了。娘娘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事？皇上派少将军领兵剿匪。剿匪？
皇上是给兄长建功立业的机会呢，你慌什么？可奴婢听说那匪共有3万余人，可皇上只给了5000镇国军啊！皇上，您什么意思？皇叔，请自便。谁让你闯进来的？皇上，臣妾求您了，求您收回成命，别让我兄长前去剿匪。胡闹！朕不让他去，难道把兵权交给外人吗？可是北境匪寇3万人，您只让哥哥带5000兵马去，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臣妾已经失去父亲，不能再失去大哥了，求皇上开恩。皇后莫非不知道后宫妃嫔不得干政，这可是死罪。念你为朕生下儿女，朕不跟你计较。现在立刻滚出去！皇上您让臣妾滚出去？臣妾刚为您生下儿女，便彻底失去价值了，是吧？看来这1年的情爱与时光，终究是错付。皇叔还在外面，你最好适可而止。好，若皇上非要我大哥去，那您再给他调3万人，只要皇上答应，臣妾立刻滚。放肆！庄艳华，朕看你做了皇后便忘了自己的本分，如此恃宠而骄，不仅干政，还敢跑到养心殿来向朕撒泼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皇上，来人，送皇后回坤宁宫，即日起禁足，无朕指印，不得突出宫门半步。不要啊，皇上，求您了，求您收回成命啊！让皇叔见笑了，咱们接着下棋。不必了，臣就不打扰皇上了。不过一个女人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朝阳可还等着皇上呢。哼，什么帝后情深，最后还不是各自为己。皇上终于来了，是来看臣妾的笑话吗？好了，华儿，现在老狐狸不在，你若再演下去，朕可要心疼的发疯了。皇上别闹了，这么晚过来，被人发现怎么办？我不是怕你生气，趁着夜里没人，才偷偷过来哄你吗？臣妾怎么会生气呢？您可是皇上，朕绝不可能收回成命。好了好了，皇后就别嘲笑朕了，行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皇上和臣妾还是先不要见面了，若是露馅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朕1天不见你，不对，是1个时辰不见你，都心如刀割呀，华儿。对了，那个没了吧？别闹！谁闹了？朕快死了，只有华儿。不准胡说！启奏陛下，北境急报，庄向东所率5000镇国军遭遇匪寇伏击，全军覆没，而庄向东弃军而逃，现已被臣收监，等候发庄。陛下，庄向东出征前签下军令状，誓死不退。如今损兵折将，全军覆没，按律当斩。来人，将罪臣庄向东带上来。遵旨。庄向东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罪臣有辱使命，愧对陛下，愧对朝廷。原来你还知道。臣自知罪孽深重，这就为5000镇国军以死谢罪。启禀陛下，庄向东气绝身亡，确认无误。罢了，既然庄向东以死谢罪，朕也不好再追究什么。传朕旨意，庄向东虽犯大罪，然念其是皇后兄长，准其尸首归家安葬，不得追究家眷。娘娘，少将军他
大哥怎么了？少将军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娘娘，快传太医！华儿，太医说你急火攻心，气血亏虚，千万不可再动气。滚！你这虚情假意的混蛋！我大哥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他死了，是你逼他签的军令状，是你害死了他！庄艳华，分明是你大哥不中用，朕如今身边无可用之人。原本以为你们庄家能帮朕，可你兄长竟然如此无能，就连你这个皇后，整日也只知道抱怨。所以，皇上是觉得看错人了，不该娶臣妾，更不该提拔我大哥。难道朕说错了吗？算了，朕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从前朕清高不愿选秀，可如今朕腹背受敌，急需要朝中势力支持。你身为皇后，选秀的事，朕要你来操办。皇上，你说什么？选秀？你答应过臣妾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魏廷瑜也曾答应过你，他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要求朕这个九五之尊为你守身如玉？更何况眼下你们庄家能帮朕做辅助。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既然如此，臣妾也不怕再和离一次。胡说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做得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做，还请皇上允许臣妾自请辞去皇后位，去大慈恩寺带发修行。朕不准！你若不答应，臣妾便死在这里。好，朕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知好歹。既然你非要闹，那朕成全你，只希望你别后悔。臣妾无悔。来人，废庄艳华皇后之位，即刻起送入大慈恩寺带发修行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踏出寺门半步。余令杀无赦。娘娘，您何必跟皇上置气？萧首领不必多说了，他是帝王，理应以江山为重。是我太蠢，把他当作夫君看待。娘娘您好自为之。王爷，庄艳华虽然没死，可如今已被废去后位，贬入寺庙为尼，对您再无危险。你做得很好，本王很满意。接下来只需要杀了他。王爷，草民恨他入骨，您能不能将他赏给草民？你想做什么？草民要让那贱人生不如死。可以，不过要等本王的女儿坐稳后位才行。一言为定。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触犯龙威，被废为庶人了。听说了，好像关入大慈明寺自生自灭了，真是太惨了。太好了，庄艳华终于完蛋了。上次在养心殿，若不是他半路杀出来，我肯定能得手。如今这贱人做了尼姑，这宫里还有谁能拦我？陛下，这位是吏部张大人家的千金，年方17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这位是镇北将军府的三姑娘，将门虎女，骑射不凡。皇上到底想要哪家姑娘？华儿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斋饭吃的还习惯吗？他看到密信了吗？知道朕要假装选秀，华儿会不会吃醋啊？朕真是该死。荣亲王觐见。臣拜见陛下。皇叔来得正好，朕正在挑选本次入围的秀呢，不如皇叔帮忙选选。皇上不必选了。为何？皇上，您自己看看，这些画像上的女子，论家世、品貌、才学，哪一个比得上朝阳？朝阳是臣的嫡女，您为何不考虑她呢？可朝阳毕竟是皇叔唯一的女儿，朕还想着为她择个良婿，入赘她郡主府呢。正因为朝阳是本王唯一的女儿，放眼望去，唯有皇上这般真龙天子才能与朝阳相配。更何况朝阳心悦皇上多年了。这皇叔的心意朕领了，
只是朕向来将朝阳视如亲妹，若娶她入宫，实在有些不妥。哎，皇上若立朝阳为后，你我叔侄便是亲上加亲，于国于家皆是好事啊。更何况如今后位空悬，朝野非议，您总需要一个皇太来安定神心，而公主太子也需要一位出身尊贵的嫡母来教导。这本王知道皇上忌惮什么，若您愿立朝阳为后，老臣愿将一半兵权交还圣上，以表忠心。兵权算什么？等我女儿做了皇后，再慢慢毒死你。这江山还不由我说了算。到时，本王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以坐上摄政王的宝座。华儿真聪明，这招果然把老狐狸的虎符骗到手了。皇叔如此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既如此，朕便依皇叔所愿，立朝阳为后。才怪，朕的皇后只有华儿一人。多谢皇上。传朕旨意，封朝阳郡主为后，入住永乐宫，婚期便定在下月初10。臣替朝阳领旨谢恩。那老臣这就去把好消息告诉朝阳，臣告退。皇叔啊，现在你只剩下北境那些扮作流寇的3万人马，还要拿什么来对抗朕的20万大军呢？我打听过了，皇帝每日下朝去养心殿都会经过这条路，只要我在这里等，定能等到他。为了我的荣华富贵，拼了！嬷嬷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贱婢，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？要是冲撞了圣驾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就是现在！皇上，求您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被打死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是这只贱婢故意撞老奴。不是的，皇上，刘嬷嬷经常虐打奴婢，您看。果然受了不少伤。过去前皇后与你为难，现在她不在宫中，你也不必受罚了。即刻起，朕允许你入内宫服侍。多谢皇上，奴婢谢主隆恩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花儿，朕好想你，想得快要死了。不准把这个字挂在嘴边，而且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皇上您怎么跑到这里？万一被发现……可朕实在难受，只想见你一面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皇上你……你看这是什么？那老狐狸果然上当了。多亏了华儿的计谋，你果然是朕的福星。孩子们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好，母后那边很安全。更何况老狐狸还指望着靠太子做摄政王呢，不会对他们下手。
那就好。有人来了。住手！是我。大哥，皇上身手不减当年啊。朕还当是刺客呢，抱歉大哥。无妨，皇上可拿到虎符了。虎符在这儿。太好了，那老狐狸交了一半兵权，加上京城剩下的镇国军，最起码有20万大军可调派。北境那边5000精兵大部分已被强行收入匪寇，只等臣一声令下，便能里应外合，将匪寇一举围歼。很好，成败在一举。下个月封后大典，就是这帮逆党的死期。母亲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欠东风。你倒是够狠，一把火将庄家灭了个干净。谁让庄家人不肯让庄艳华给我做妾？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王爷请看，这是什么？此乃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，入水即化。服用后先是咳嗽发烧，如同受了风寒。若按照风寒医治，只会越来越严重，10天后便会让人不治而死。你想给周清环下毒？他是皇帝，连本王都难以找到机会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在宫里还有内应。是吗？你若真能得手，本王定赏你10000两黄金。多谢王爷。怎么还没来？萧寒，你确定万无一失吗？娘娘放心，庄家密道直通城门外，您的家人定会逃出来的。母亲，哥哥，嫂子，华儿，小妹，娘娘，时间紧迫。母亲，您跟着大哥和嫂嫂前去北境剿匪，封后大典之前，一定要带着荣亲王的所有罪证回来。我知道。小妹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你和皇上交代的任务。小妹，你一人在京城，千万要小心啊！放心，有萧寒保护我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已经命人将2具烧焦的女尸放入庄家，明日一早就会确定你们的死讯。这世上只有死人最安全，你们就可以放心前往北境了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奴婢惊扰圣驾，还望皇上宽恕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回皇上，奴婢宋雪茹。舞跳得不错，难怪魏廷鹤为了你抛弃庄艳华。皇上，奴婢传朕旨意，宋氏册封为昭仪，赐居洛星阁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太好了，庄艳华，我终于也能将你踩在脚下。皇上还不就寝吗？今日怎么没点助情香？臣妾每次侍寝都会睡着，因此怠慢了皇上。今日咱们就不点香了吧？皇上您怎么了？你明知道朕受过伤，只能靠此香助兴才能人道，今日故意不点，是想羞辱朕。臣妾绝无此意。朕与前皇后靠此香才有的子嗣，懂吗？懂了。皇上这是允许我怀龙嗣吗？还不点上？臣妾这就去。皇上，臣妾想去大慈恩寺一趟，为国祈福，也为3日后的封后大典求个平安。您意下如何？他这是在试探朕。若他拒绝，便是护着庄艳华，说明那个女人还是他的软肋。那我便听魏廷泽的，给他下毒。爱妃有心了，朕陪你去。多谢皇上。若非华儿命令朕必须陪你演戏，朕是看你一眼都嫌脏。卑职是特意来为娘娘传话的。他说什么了？是不是想朕？
娘娘要您更宠宋雪茹一点。她怎么能这样？简直是逼着朕出卖色相。娘娘说了，她最了解宋雪茹，这个女人贪慕虚荣，比魏廷宇还要自私自利。一旦发现皇上对她更有利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倒戈。毕竟，若她真的爱魏廷宇，也不会让他戴绿帽。你告诉华儿，朕受的这些委屈，将来他都要100倍弥补。是，卑职一定转告皇上。加油！哟，这不是废后吗？贫奴拜见皇上，拜见昭仪。姐姐如今怎么穿成这样？头上连根像样的簪子都没有，这般狼狈，妹妹瞧着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贫妮如今已经方外之人，不敢当昭仪娘娘一声姐姐。既然是方外之人，那便替本宫把香点上吧。本宫要祈福，早日为陛下诞下皇子，为大周朝开枝散叶呢。皇上，臣妾瞧着废后在寺里着实清苦的，不如让她回宫给臣妾当个婢女，好不好呀？不过是个废后，随爱妃使唤。多谢皇上。看来皇上对这贱人果然没有半点感情了。我如今圣剑正浓，将来就算不是皇后，做个贵妃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只要皇帝稳坐龙椅，我便能享受尊荣，也不必再被魏廷宇和荣亲王利用威胁。魏廷玉，别想毁了我的富贵路！你和荣亲王那个老东西才该死呢！我这就去把你们的阴谋诡计告诉皇上。你过来替本宫洗脚。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本宫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从前在坤宁宫是什么光景来着？宠冠后宫一国之母，怎么如今蹲在地上给本宫洗脚呀？装什么哑巴？你以为不说话，本宫就拿你没办法吗？你不是喜欢皇上吗？今日就在屏风外跪着，好好听听本宫是怎么与皇上颠鸾倒凤的。忍住，就差3日。皇上，臣妾美不美？美，爱妃很美。皇上夸的臣妾都害羞了呢。好了，爱妃与朕早些就寝吧。皇上，你真是猴急呢。他睡死了，花儿，委屈你了。早知如此，臣妾还不如不服解药，干脆跟他一样昏睡过去，省得听到那些不堪入耳的话。你放心，等到封后大典结束，荣亲王倒台，朕一定会把宋雪茹千刀万剐给你解恨。好了，臣妾不恨，只要能帮皇上扳倒荣亲王，稳住大周江山，臣妾委屈一些，没什么。换位思考，若是朕跪在这里，定是心如刀割，忍不下去。华儿为朕做到这种地步，朕自愧不如。皇上不必替臣妾委屈，毕竟您坐稳龙椅，将来才能传给我们太子呀。朕要是先走一步，龙椅一定传给你。宋雪茹已经向你摊牌，3日后封后大典，皇上只需要假装中毒便可。大哥那边已经有消息了，他们3日后定能及时赶到。好，那朕便立刻命萧寒在大典周围布下天罗地网，到时候让朕的好皇叔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瓮中捉鳖。行受册礼，礼成。陛下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！陛下要不行了！皇上，您醒醒啊！臣妾不恨您了，求您别丢下臣妾呀！朕怎么回事？陛下病重至此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老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传位于太子，以安天下民心。太子年幼，自然无法亲政，老臣愿暂设朝纲，待太子成年后再行归政。放肆！
荣亲王，陛下还没驾崩呢，你就急着抢摄政王的位置了，你这是逼宫！逼宫又如何？今日这殿里殿外全是本王的人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也不必再演戏了。来人！庄彦华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，可是你和这个狗皇帝今日就要死了。是啊，你们都要死了呢。奸妇，你背叛我！你能利用我，我为什么不能背叛你？与其跟你这个断子绝孙的废物，我还不如做皇上的宠妃。你搞什么鬼？皇叔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朕这么容易死吧？荣亲王，你说这里里外外都是你的人，本宫劝你还是出去看看为好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启禀圣上，卑职此次北上，查出荣亲王勾结北境流寇，烧杀抢掠，私铸兵器，蓄养私兵，罪证确凿。臣已将匪军老巢一举荡平，缴获荣亲王亲笔手令38封，金银珠宝300余万两。庄向东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荣亲王，若本宫家人不假死，你岂会放松警惕？你们竟敢耍本王！耍你又如何？庄爱卿立下战功，朕定封官进爵，重重赏赐你。先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王爷，本将军还带了你不少熟人回来。皇上，这些人都是荣亲和安叉叉在北境扮作匪寇的心腹头目，以及被土匪劫掠灭口后侥幸活下来的幸存百姓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请您为我们做主啊！他们不是人，屠杀了我们村子300多口人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啊！我的孙子才3岁，脑袋都被他们削掉了。皇上，求您为我们报仇！荣亲王，你简直十恶不赦！你还不认自己犯下了罪行？周清文，你果然比从前要聪明多了。这一次，本王又输了。多谢皇叔夸奖。少得意！若有来生，本王绝不会再输给你！皇上，臣妾帮您解决了逆党，您答应过封臣妾为贵妃的。宋雪茹，其实朕从未宠幸过你，抬你为昭仪，不过是演给荣亲王看的戏罢了。你屡次陷害朕的发妻，朕岂会放过你？什么？来人，将宋雪茹拖下去赐白绫。是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皇上，您说过会让臣妾做贵妃的。庄彦华这个贱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朕登基1载，皇权飘摇，幸得皇后扶持，才能铲除逆党。今日朕要告诉诸位，朕的江山有皇后一半，从今往后，朕与皇后共享万里江山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